结婚当晚，未婚妻和他初恋的床照传遍了整个朋友圈。面对我的质问，未婚妻一脸不屑：“玩玩而已，你能理解的吧？再说了，你那会又不是我老公。”后来，我和当年的清纯校花的结婚照晒出后，他发了疯似的来质问我。我扬了扬无名指上的婚戒：“关你什么事？你这会又不是我老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”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林清雅的床照在朋友圈疯传，大床房，她穿着性感睡衣，睡得正香，脸颊两侧还有着尚未褪去的酡红。朋友们炸开了锅，纷纷艾特我：“杨江，那是不是你未婚妻呀？”我收到消息后，第一时间给他打过去电话质问，可谁知他的语气里却满是不在乎。“我和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们还没结婚，少对我指手画脚。更何况我只是答应嫁给你，又没说会爱你。”不等我回应，他便挂断了电话。不一会儿，朋友又给我发来一张照片，这一次是林清雅和一个男人的合照，两人穿着都很清凉，男人的一只胳膊揽在林清雅的腰间，笑容中满是得意。那个男人我认识，是林清雅大学时的初恋陈池。我摘下订婚戒指，而后给林清雅发去了信息：“婚不结了，你爱怎么玩怎么玩吧。”放下手机，我心里一阵苦涩。我和林清雅算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一起玩到大的，两家大人也算是世交，早早就为我们安排了婚事。我以为我和他两情相悦，又是门当户对，简直是皆大欢喜。可没想到，在我们成长过程中，他换男朋友的速度比换衣服都要快。一开始我还以为他只是年轻，还没玩够，不想太早被婚姻束缚。因为我爱他，所以我可以一再忍让。但现在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凭什么？他到底把我当什么了？信息发过去不久后，林清雅打来了语音，语气里满是不屑和嘲讽：“哟，杨大少爷，该不会是生气了吧？说不结婚就不结婚，怎么？你家里人同意？”我心底积压的怒火被他这阴阳怪气的态度彻底点燃。我说的话完全可以代表我爸妈，以后别再联系了。林清雅愣了愣，似乎觉得有些不理解：“你发什么神经？以前我和前男友在一起，你不是还请过我们吃饭？”不等我开口，他身旁传来陈池的笑声：“哟，你未婚夫生气了呀？你跟他说我们再玩过家家，反正你以后还会嫁给他，干嘛那么小气？玩？你们是想在浴室玩，还是在阳台玩？造个孩子出来，是不是还要管我叫爹？”那边陈池还在调侃：“宝贝，你不去哄哄他吗？我看他好像真的生气了哦。”这声音让我觉得厌烦，当即就要挂断电话。只听林清雅声音冷冽：“没什么好哄的，他一直这样，不用管他。”他的语气很笃定，似乎吃定了我一般，而后又宠溺地开口：“宝贝，你不是说没坐过飞机头等舱吗？明天回去的机票，我给你买最贵的。”离开家后，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逛着，买了几瓶啤酒，坐在港口边，看着夕阳。手机上弹出许多新消息，是朋友们得知林清雅的消息后，纷纷发来安慰：“江哥，哥哪儿呢？要不哥几个陪你出来喝点？”“没事哥，我都打听过了。”那个陈池就是个小白脸。我没有回复，可看到林清雅的名字后，我心里堵得发慌。还好，江面上送来的徐徐晚风，让我躁动的心逐渐平静。也不知道喝了多少，天色逐渐昏沉，港口的灯也亮了起来。操！我怒骂一声，抬手将手中的易拉罐丢到江内。该死的贱人！我嘶吼着怒骂，
手中的啤酒罐一个个被我丢向江内，可内心的压抑却没有丝毫减少。嗨，那边那个小伙子，不许往江里丢垃圾！打扫卫生的大妈拿着扫帚就冲了过来，我赶忙起身逃跑。换作平时，我很快就能将他甩掉，可偏偏喝了酒，脚不虚浮，愣是被追了10分钟，好不容易摆脱了他。我坐在路边马路牙子上，喘着粗气，拿起手中颠簸了许久，只剩半瓶不到的啤酒，刚要喝一口，眼前灯光突然一暗，银铃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我抬头，灯光下，一个女人的身影站在我面前，四目相对，对方眸子中仿佛有水波流转，让我一时间回不过神。是赵诗音，我们大学时期的校花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江边灯火勾勒出她精致的脸廓，一头长发在风中舞动，带起一阵淡淡的栀子花香。她鼻子动了动，抿嘴笑着：“你喝酒了？”我轻咳一声，将手中还没丢掉的啤酒罐扔在地上，弯腰踩扁：“没有，我捡瓶子玩呢。”她静静看着我操作，许久才轻轻挑了挑眉：“也对，我就说嘛，堂堂杨氏集团的杨大少，怎么可能因为乱丢垃圾被大妈追着打呢？”我没说话，沉默的空气让我窒息，每一秒都如漫长的1年。咦，脸红了，怎么了？分手被气的，看来你也不行啊。赵诗音伸手，纤细葱白的手指轻轻捏了捏我的脸，眼底带着若有若无的笑意。也许是酒精上头，也许是突发奇想，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直勾勾盯着。赵诗音，要不要去我家喝酒？我家脱米会后空翻。话音刚落，我看到赵诗音眼底闪过一丝错愕。其实成年人之间，这种邀请已经很明显了。我也第一时间为自己的冲动后悔。她可是圈里所有男人公认的女神，白月光，怎么可能会答应我这么荒唐的请求？我一定是疯了，才会说出这样逾矩的话。刚要道歉，没想到她却轻咬了下嘴唇，小声开口：“好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手机吵醒的，一低头发现身旁躺着的正是赵诗音，手还搭在了我的胸膛上。昨夜发生了什么？我捂着因为宿醉而发胀的脑袋仔细回忆，可不管怎么想，脑海里都只有一些片段。我只记得我将他带回家，立刻将他抵在门后，缓慢而热烈地和他接吻。他问我，不是应该先喝酒吗？我好像回了句，你就是我的酒。我先干为敬，之后的事情就记不清楚了。手机还在响个不停，我眯着眼睛按下接听，电话那头立刻响起林清雅一气指使的声音：“半小时后开车来接我，我要去逛街。”我一下子清醒不少，看了看身旁的赵诗音，压低声音：“你逛街关我屁事，别打电话烦我。”话说完，身旁赵诗音眉头轻皱，不满地嘤咛一声，似乎是被吵到了。尽快只是短促的一声，但还是被林清雅听到了。她的声音瞬间拔高：“杨江，你在哪儿？你身边有女人，关你屁事！”我骂了一句，直接挂断电话，顺便关机后，这才将身旁的赵诗音揽到怀中，轻轻在她额头烙上一个吻，美滋滋地睡了过去。这一觉睡到了中午，再次睁眼时，身边已是空无一人。我坐起身，摇了摇头，回想起昨晚，似乎一切都是场春梦，唯有隐隐作痛的后腰提醒我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走出卧室，我看到了坐在客厅的赵诗音，她全穿了一件我的短袖，一双美腿修长白皙。我脑子一抽，开口：“你有带身份证吗？”她扭头看我，面上带着一丝疑惑。我上前俯身将她圈入怀中，
轻轻嗅着她发丝上的清香。赵诗音微微睁大眼睛，漂亮清澈的眸子里带着水光。我在她耳旁轻语：一会儿带你去办卡，可以在我家喝一辈子酒的那种。此时此刻，我没有丝毫醉意，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脏跳动的声音，前所未有的剧烈。1个小时之后，我一只手牵着赵诗音从民政局出来，另一只手紧紧握着2个红本子，办好了，合法的那种。迎着我的目光，赵诗音微微一笑：就这样被你骗到手，好像有些不甘心啊。我们的婚礼怎么办？我忍不住跟着笑，把她的脑袋往怀里按了按。放心，都会给你补上的。接下来几天时间里，我和赵诗音挑选婚戒、试婚纱，和负责人讨论婚礼细节，一同看日出日落，一同在星空下谈心。我和他格外默契，竟然同时想在草原办婚礼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我们立刻开始筹划如何布置婚礼现场，每天他都在白纸上涂涂写写，一幅完美的婚礼也在他的笔下渐渐成型。只是这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：是杨先生吗？定制的西装已经到店，请问什么时候有空来拿？我有些疑惑，西装？什么西装？我和赵诗音是有为婚礼定制西装的打算，但还未实施。电话那边也是愣了一瞬，而后开始解释：几天前林小姐来店里为您定制的西装，她留了您的电话。我偷偷看了眼赵诗音，捂住电话走到了阳台，随后开门见山：我不知道有这回事，你直接联系林小姐吧，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，谢谢。果断电话。我眉头紧皱，林清雅在搞什么？我什么时候要她帮忙定制西装了？就在这时，林清雅的电话打了过来：杨江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这几天都不找我？转而语气又开始不耐烦：我给你订了西装，你记得拿。周末和我爸妈吃饭，商量一下婚期。我警告你，别到时候再给我摆个臭脸。我有些无语。林小姐，我已经结婚了，父母那边我会告知。西装我不要，你也别再打电话给我，我担心我老婆多想。林清雅愣住了，很快电话那头传出刺耳的尖叫声：啊，你有病啊杨江，你他妈哪儿来的老婆？我知道你介意我和陈池的事，可我只是和他玩玩，不然婚后我还哪来的自由？我都能想到林清雅在电话那边面目狰狞的样子，你就不能理解一下我吗？我嗤笑一声，没有开口。他从小娇生惯养，家人以及我对他的偏爱，让他变得有恃无恐，不管做什么，根本不懂得去照顾别人的感受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得围着他运作一般，妥妥的霸道千金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立刻滚过来跟我道歉，不然……没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赵诗音走了过来，故意拖长语调：哦，是你未婚妻的电话。我苦笑，上前搂住他的腰：什么未婚妻不未婚妻的，就是林清雅打来的，家族联姻嘛，你知道的。不过放心，我会跟爸妈解释清楚的，这周末就带你回家去认人。赵诗音若有所思的点头，但很快他眼里露出一丝笑意，语气笃定地开口：说不定和我结婚，你爸妈会更满意。晚上几个哥们约吃饭，一见面，其中一人就眼尖地打量我：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哪里变了呢，江哥？我淡淡一笑，丝毫没有掩饰的意思，露出无名指上的结婚戒指。我结婚了。哥几个直接傻眼了：不是吧江哥，你真娶了林清雅那个娘吗啊？啧啧，兄弟表示同情。说话的人一脸惋惜，看我的眼神里满是同情和心疼。其他哥们脸色也不怎么好看，毕竟当初林清雅的事
的确是个男人都接受不了。我笑着摇头，不是他，我老婆叫赵诗音。哦，那就好。林清雅，那就是个破鞋。哥几个松了口气，丝毫没察觉到不对劲。你一言我一语地吐槽起来。前2天那个陈池过生日，他为了庆祝，竟然把整个酒吧都包下来了，开什么黑桃 A， 还往空中撒钱。不知道，还以为他俩是一对儿呢。另外一个哥们点头附和：就是啊，好在我们江哥及时止损，现在江哥娶了。等等，你说谁？几个哥们愣住了，嘴里的肉串都不香了。齐刷刷扭头，呆呆地望着我。我挑了挑眉，从怀里掏出结婚证。没错，就是那位校花赵诗音。哥几个看了看结婚证，又看了看我，最后默默对视，几乎齐刷刷抱拳。义父，受孩儿一拜。崇拜的眼神让我有些飘飘然。义父，你怎么追到手的呀？就是啊，义父，分享下心得。对了，赵大校花还有没有闺蜜什么的？我可以。我干咳一声，刚要装一下，就被汽车的鸣笛声打断。一辆红色的法拉利跑车停在我们摊前，紧接着车窗暗了下来，陈池满脸冷笑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。副驾上，林清雅眯着眼睛，面色潮红，身体一阵阵地抽搐，汗水将额前的发丝浸湿得乱七八糟。伴随着车窗摇下，一股腥味扑面而来。在场的男人对视一眼，不用猜，都知道刚刚车里发生了什么。见到我，陈池眼神更加轻蔑，拿起矿泉水猛灌了半瓶，这才悠悠开口：清雅，我就说你未婚夫受不了吧，我们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他都找得到。林清雅慵懒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冷淡。杨江，不是说分手了吗？还来跟踪我干嘛？想求和，先跪下跟我道歉。我还没说话，一旁的哥们就忍不住了，上去狠狠一脚，踹得跑车都晃了晃。陈池，你特么没钱开房了是吧？穷逼！陈池一下子脸色难看，不等反驳，哥们继续开炮。还有，江哥老婆是赵诗音，像林清雅这种破鞋，也就你这种垃圾看得上了。林清雅睁开眼，眸子里满是怒火。闭嘴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狗叫？说完，他直接忽略哥们，看向我。杨江，编谎也要编个好点的，我就算给你100个胆子，你也不敢背叛我。紧接着，林清雅微微探身，到陈池那边去够后备箱按钮，中途陈池还拍了下他的屁股。林清雅娇羞地瞪了他一眼，完全没有避人的意思。我面无表情，冷冷看着这对奸夫淫妇表演。很快，后备箱打开，林清雅在陈池嘴上轻轻一吻，而后看向我，一副命令的口吻：去，西装在后备箱，自己拿。台阶我给你了，别给脸不要。见他这副姿态，我笑了。林清雅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撒谎骗你呢？你也配？他一愣，我故意摇头叹气。现在我算是明白了，有的人一旦错过了，那真是老天保佑。林清雅急了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嚷嚷：杨江，你最好别后悔，以后再来找我复合，你就是狗。我不耐烦摆手：行，你们赶紧继续吧，别搁这儿碍眼。哥们冷哼：还真是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没过几天，又是一张照片在网传开，这次是林清雅带着陈池去本市最豪华的小区售楼部看房。林清雅也算比较出名的人物，立刻就有心人将其拍了下来。这事情可就牵扯大了，我立马自掏腰包买了热搜。既然要秀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正好我还愁怎么跟林家父母解释，这消息来得还真及时。在金钱的强大威力推动下，
这则消息很快就喜提热搜榜前10，评论区更是炸开了锅。这女的不是跟杨氏集团少爷订婚了吗？有钱人玩得真花。也有人认出了陈池，在下面疯狂吐槽：这男的我知道是被包养的小白脸，没想到富婆真给买房，也算成功逆袭了吧。我也想吃软饭，富婆姐姐看看我。不到1小时，我爸给我打来电话，语气暴怒：林家生了个什么东西，你马上跟林清雅分手。他爸还说要你俩尽快结婚，老子看他是脑壳昏。骂骂咧咧半天，他还不过瘾，又警告我：你小子争气点，再去纠缠，老子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父亲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语速又快，我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。好不容易等他喘口气，我刚想说自己已经结婚了时，电话就挂断了。正在工作的赵诗音应该也是看到了这条新闻，她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，是我和他的结婚证件照。我有些惊讶，直到1个小时后，网络舆论彻底炸开。我操，那不是京城赵家的千金吗？我就说怎么杨大少一直不回应，原来是抱得美人归了。看着评论区一句句还我女神爷青结，我才知道自己娶得这个老婆可不仅仅是个好看的花瓶，也终于明白了当初赵诗音那句话的含义：和他结婚，我爸妈会更满意。评论区突然又有匿名网友爆料：林清雅呀，这女的玩得可花了，上学的时候1天换一个，妥妥的海王。我关掉手机，不再关注，而是到菜市场买了一堆吃的。因为不知道老婆喜欢什么口味，就干脆一样买了一点，她吃不完的我来吃，也不浪费。刚进家门，一个电话弹了过来，是之前喝酒的哥们打来的。接通电话，那边一阵鬼哭狼嚎：义父救我被林清雅10几个闺蜜活捉了，画面太香艳，我顶不住了，我全招了，义父，我对不起你。正好呢，电话被人抢走，紧接着林清雅的声音传来：是我，杨江啊杨江，你玩真的是吧？不等回答，门被打开，赵诗音那张绝美的脸蛋出现在我的视线正前方，阳光照耀下，白皙修长的大腿隐隐泛着光泽，性感又惹祸，看一眼就让人忍不住血脉喷张。我一时有些恍惚，直接忽略了电话那头的喋喋不休，呆呆地叫了句：老婆。赵诗音明媚一笑，甜甜回应：老公，我回来了。电话那头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隔了几秒，林清雅突然哭了：杨江，你怎么还和那个贱人在一起？你怎么还不来哄我？我又没真打算给陈池买房，我就是想气气你。他猝不及防的道歉让我感到莫名其妙，这不就是他想要的吗？自由。现在这番姿态做给谁看呢？林清雅哭哭啼啼的解释：我闺蜜说让我晾你几天，你就会回来，你回来好不好？我可以让陈池滚蛋。我叹了口气，没有任何纠缠的意思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担心我老婆误会。说完我就打算挂断，一旁的赵诗音却把手机抢了过去。林清雅，还记得我吗？电话那头，林清雅的哭声戛然而止，转而就开始怒骂：赵诗音，我记得你，你个不要脸的小三。赵诗音并不生气，嘴角微扬，浅浅一笑：很抱歉，我现在才是杨江先生的合法妻子，并且我们已经开始备孕。换句话说，你才是那个纠缠不休的小三。说到这儿，他的语气骤然变冷：再来纠缠我老公，我让你整个家族都后悔。林清雅根本听不进去，拔高音量嚷嚷：你说谎，说谎！杨江呢？让他接电话，我根本懒得跟他再说什么废话。
小心翼翼地拉起赵诗音的另一只手。老婆，别管他了，我们……不等我说完，林清雅讨厌的声音再次响起：“杨江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来找你。”赵诗音挂断电话，低头用力地吻在我的唇上。前一秒，舌尖缠绕，深情且炽烈；后一秒，他却狠狠咬住我的嘴唇，眼里满是危险。连他都记得我。杨江，你怎么能把我给忘了？窗外传来风声，雨滴打落的痕迹顺着玻璃划出一道又细又长的水渍。淋浴室里，我打开热水，雾气缭绕间，我脑海里回忆起赵诗音口中的那个夏天。那是上学期间的一个暑假，林清雅当时为了求见当时京城四少之一的徐梦泽，花费巨资包下一间酒店。身为青梅竹马的我，自然也跟着一同前往。在酒店的露天花园里，林清雅和一个女生吵得不可开交，二人推搡着，林清雅一个重心不稳，险些跌进湖里。我赶忙将她拉住，这才避免她出丑。可那个女生却被林清雅用力拖拽丢进水里。当时那里只剩下我们三人，女生在水里挣扎着，似乎并不会游泳。我没有犹豫，立马就要跳下去救她，可林清雅却拉住我的衣角：“你不要去，我们回去跟其他人说一声就好了。”一来一回，估计那女生都凉透了。我摆脱她的手，纵身跳下去，将女生救了起来。当时女生已经因为呛水而昏迷了过去，我着急给她做急救，好一会儿，她才吐出几口水，悠悠转醒。也就是那时候，一旁的林清雅突然崩溃大哭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杨江，你个混蛋，你居然和他亲嘴，恶心！”很快，叫声惊动了大人，他们立刻找来了医生。当时那女生似乎想跟我道谢，但我忙着哄林清雅开心，错过了与她交流的机会。后来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些事，可没想到多年后，那个落水的女生居然成为了自己现在的妻子。这不是巧合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在江边朝我走来的时候，那一刻我的心跳立刻加快了节奏。那是一种莫名的悸动，不同于我和林清雅之间。这大概就是那时候我会趁着酒意问出那句成年人话题的原因。原来想到一个人和他的一切时，画面都会是慢动作重播，好神奇！一帧一帧的回忆在脑海里播放，一遍又一遍。洗完澡，我裹着浴巾走出来。赵诗音身着丝绸般光滑细腻的吊带衫，湿漉漉的长发披在肩头，吹风机的呜呜声中，整个房子里似乎被蒙上了一层荷尔蒙的气息。所以老婆，我救你一命，你才以身相许。我从背后抱住她，在她耳旁轻声呢喃。赵诗音关掉手上的吹风机，脸颊微微发红。你电影看多了吧，杨江？我执意询问。那你为什么从京城转学，还特意选了我在的专业？赵诗音耳朵都红透了，咬了咬唇，正准备开口，大门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，声音极度激烈，越来越重。我皱了皱眉，不爽地拉开门。林清雅全身湿透，站在门口，身后还跟着她的小姐们。气喘吁吁的样子，他先是往里面看了一眼，而后才看着我，认真的开口保证：“杨江，我以后不乱来了，我们和好吧？”一旁的小姐妹也替他说着好话：“是啊，杨哥。”清雅她也就是图一时新鲜，她和陈池没感情的。我揉了揉眉心，有些无力。我已经结婚了，你要我说几次？赵诗音从背后靠近，挽住我的手臂，一言不发，但林清雅的眼眶瞬间就红了，两只手攥成拳头，全身都在微微颤抖。那你就跟他离婚，我不介意，我只要你，但我介意。我耸耸肩，
一旁的赵诗音淡淡一笑，松开我的手，倚靠在墙上。行啊，林小姐，我放手，你有本事就把他抢走。林清雅听出他话语当中的讽刺，上前一步，高举右手：“你他妈装你妈！”不等他说完，我反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一只手拉过赵诗音，把她抵在门后，舌头撬开她的嘴，热烈地和她拥吻。赵诗音本能地发出嘤咛，带着烫人的呼吸和喘息。门外的人像是听到了什么，猛踹了一脚门之后没了动静。半晌，我将他松开：“老婆，我们举办婚礼的草原酒店已经订好了，什么时候跟我回家？”他没有回答，而是认真地看着我：“你喜欢我吗？”我点头，在他额头落下一吻：“喜欢，贼喜欢。”第二天，我将赵诗音送到公司后，直奔自家单位。半路上，林清雅的妈妈打来电话，说林清雅昨晚淋了雨，发烧39度，还死活不肯去医院，也不肯吃药。小杨啊，阿姨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是为了她的身体，你就来看看她吧。阿姨，你现在应该叫救护车，而不是打电话给我。我挂了电话，直奔自己办公室。没想到才过了一会儿，林舒雅出现在公司门口，扶着墙，一副娇弱无力的模样。看到我，她虚弱开口：“杨江，我好难受。”说罢，她还摇晃了几下，似乎下一秒就会摔倒。我还没说话，哥们直接挡在我面前：“停，别来这套，你值得更好的，你放过江哥吧。”我拉开哥们，看着他无奈摇头：“我已经说了够清楚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林清雅没有回答，时而皱眉，时而深呼吸，好半天才开口：“你知道吗？赵诗音那个贱人早就在打你的主意了。她回国本来该在京城上学的，为什么非要跑来这里？”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看着她发泄。她一直都在关注你，她心机那么重，你和她在一起不觉得恐怖吗？听到赵诗音一直都在关注我，我心里顿时一阵雀跃，不愧是我老婆。林清雅并不知道我的想法，见我露出笑容，眼睛一亮：“我们和好吧，杨江，我和那些人玩也是有底线的，他们每次都会带。”我皱了皱眉，林清雅浑然不知，摇晃着：“你带我去医院好不好？我真的好难受。”说完，他就要往我身上倒，身旁的哥们眼疾手快，立马上前将他扶住。我江哥是有夫之妇，你是没戏了。林清雅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哥们立刻摇头：“我也不行，我也没那么饥不择食。”林清雅怒了，一把将他推开，看向我的目光满是心痛：“杨江，是不是哪怕我死在这里，你也无动于衷？”我没有回应，拿出手机给他父母打了电话，同时也让人去找陈池。没多久，他们几乎同时出现在公司门口。林叔叔冲我歉意一笑，转头立刻冷着脸对陈池一通拳打脚踢。我看着这场闹剧，并没有让人上去阻止。林母拉着林清雅劝阻：“清雅，别在这儿丢人了，杨家和赵家已经联姻了，你再得罪下去，咱们家可就完了呀。”陈池趁着林父打累了，忍住疼痛，一瘸一拐来到林清雅身旁：“宝宝，别生气了，大不了等一会儿没人，我给你磕几个。”林清雅差点气昏过去，指着他的鼻子怒骂：“滚！”林父将他拖走。出门前，他还恋恋不舍地看我一眼。旁边的哥们直摇头：“哎，被别人骑身上的时候，没见他这么深情。”我笑了笑，一边拿出手机，一边回答：“随便吧，只要喊的不是我的名字就行。”那哥们一愣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打了个寒战，鸡皮疙瘩起了一身。“行了，江哥，你这话也太恶心了。”我晃了晃手机：“不开玩笑了，请帖我发给你了，记得来。”
路费酒店全包。他大喜挑眉，果真吗，义父？下班后，我又收到了林清雅发来的照片，手指上的戒指我连洗澡都戴着。你呢？我没有回复，并将他送进了黑名单。赵诗音的车停在公司门口，见我出门，自然而然地迎上来，挽住我的胳膊。听说林清雅又来找麻烦了，我看着他，挑了挑眉。他还说有个小姑娘一直暗恋我来着。赵诗音顿住了，转头定定地看着我。你都知道了。我下意识转头，这才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的眼眶微微有些泛红。我伸手从他臂下穿过，环住他的腰身，轻轻往怀里一带。他没有再说话，脑袋跟着埋进了我的怀里。我将下巴放在他脑袋上，轻轻开口：我很幸运，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我可能此生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心动。怀里的赵诗音像是松了口气，一再收紧手臂将我抱住。婚礼将近，就在我准备和老婆飞往大草原的前一天，我刚和岳父岳母一起喝了早茶，听他们说公司的规划，电话却不合时宜地响起。我歉意一笑，赶忙挂断，可很快又响了起来。我走到阳台接听，是哥们打来的，语速极快：江哥，你快看新闻，你前女友疯了。我疑惑地点开他发给我的链接，视频里林清雅坐在海边悬崖上，两脚悬空，其中一只脚踝上还挂着石头，周围全是人，但却没人敢靠近。我深深皱眉，他疯了吧？没想到事情居然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面对远处的镜头，林清雅哭喊着：阳江哥哥，对不起。说一句，他就往悬崖边挪一点。我知道错了，是我年轻气盛，错过了你。如果又来世，我一定不会那么任性。林家在本地也算一个大集团，这件事情很快闹得沸沸扬扬，所有人都高呼着真爱万岁，也有不少人谴责我，说我见死不救。就在我打算关掉直播时，林叔叔的电话打了过来，我接了，没有说话，他也迟迟没有开口，估计是觉得丢人。我叹了口气，我都知道了，林叔叔，我会过去的。他松了口气，语气真诚：谢谢。当我赶到的时候，林清雅在海边一边哭一边哼着莫名的曲调。每当特警打算接近他，他就像炸毛的猫一般，一边大声咆哮，一边朝着更外侧移动。林母在旁直掉眼泪。我下车后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场景。见到我出现，林清雅笑了，站起身，伸开双手：阳江哥哥，抱抱。小时候他就是这个动作，每次看到我就会摇摇晃晃扑上来要我抱抱。我一步步走到他面前，蹲下身解开他脚上的绳子。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所以压根儿没想跳。他说的一脸得意，还想上来抱我的时候，我将他推开，扬了扬无名指上的戒指。我之所以来，是看在两家过往的情面上，要说什么的话，麻烦你离远点，我老婆会吃醋的。他的目光定格在我环节上，眸子暗淡。赵诗音，他就那么好吗？没过多久，赵诗音也赶了过来。出发前，我对他并没有任何隐瞒。他走上前，表示自己想跟林清雅单独谈谈。我走到边上，这才发现陈池也鼻青脸肿地站在一旁。见到我，他眼睛一亮，小跑着过来：哥，你帮帮我吧，他要告我。我皱了皱眉，怎么回事？陈池结巴道：我不知道啊，我和他在一起，他也爽了，不能为了几万块就告我吧，大不了我把钱还他。说着说着，他居然抹起了眼泪。我从头到尾就跟他做了几次，都是他主动的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哥，你帮我劝劝他，大不了我给你磕一个。我揉了揉眉心。这时赵诗音走了过来，冲我眨眨眼，
身后还跟着林清雅。此刻的她看上去情绪稳定了很多，走到我身边，她张了张嘴，但最终黯然离去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茫茫无际的草原上，我和赵诗音走上红毯，整个场面浪漫而又庄重。母亲在台下哭红了眼，父亲也是全身颤抖。台上交换戒指后，赵诗音眼含热泪，轻轻抱住我，小声呢喃：“这一刻，我等了很多年，杨江，我爱你。”下一秒，她退后一步，踮起脚尖，鲜艳的红唇印在我的嘴上，缓缓闭上眼睛。台下众人掌声一片，草原风吹过，连空气都是甜的。我和赵诗音的婚后生活越来越甜蜜，偶尔我还能听到关于林清雅的只言片语，一般都是那个爱八卦的哥们跟我讲的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我通通一笑置之。赵诗音曾靠在我怀里，酸溜溜地问我：“你应该也是喜欢过他的吧？”我笑了笑，不管曾经如何，现在都已经成为了过去。时间像一场战争，将人轰得不知苏措。等到回过神来，已经各自飘散去了天涯。多年后，想起曾经爱过的人，曾经为了爱情把自己降到尘埃里，即便当初再怎么也放不下的人，经历了这些后，也都随着时光在记忆里慢慢远去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